刘颖，什么？当然是不报答你了。好妈妈。你敢打我？你的就是你！不要脸！真的，这刘颖平时不挺文静的吗？这今天怎么突然发疯？和他了，这不好了，我现在整个人手。疯了！你怎么可以打辅导员？他可是你的亲妈，你别打了。学弟，我的好闺蜜，我这光顾着打我妈了，忘了还有你了。刘洋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报答你。医生，这刘颖同学真的疯了吗？她平时品学兼优的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是不是疯了，还是要做一下测试才知道。这有2个东西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选苹果。你难道不知道钱比苹果好得多吗？我知道钱比苹果好，但是你肯定不会把钱给我。那我如果真的把钱给你呢？这当然是钱比苹果好吃多了。哎，看来精神真的不正常了，还是住院吧。不行，这不能这样！今天不跟我回去，我就不要这个女儿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今天是谢谢啊！我把我的辅导员跟亲妈暴打一顿，随后又疯狂殴打我的发小兼好闺蜜，住进精神病院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重生了。刘颖是吗？你涉嫌烧毁学校美术馆，害死几十名老师和学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我放学就立马回家吃饭了，怎么可能会纵火烧美术馆呢？你这个杀人凶手还敢嘴硬！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干的好事！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就住在家属楼，我刚到家还没几分钟呢，怎么可能有时间去纵火学校美术馆呢？不可能！校长韩星狡辩，完全是狡辩。校长，他们说我纵火学校的美术馆，你快替我证明，我是不是一放学立马就回家了？像话！她是你亲妈，怎么可能不帮你说话？警察，赶紧把这个杀人凶手抓起来！喂，来，抓起来！这位女士，你女儿真的是一放学就回家了吗？我女儿确实比平常晚了半个小时才回来。听到没？听到没了？连她亲妈都这么说了，就是她这个畜生！啊，你说什么呢？警察同志，我是我女儿的辅导员。放学后我回到家，她晚了半个小时才回来。他是逃命，他是指逃命，给我儿子，给我儿子。知道美术馆不是你杀的，但是和你女儿了，乖乖去坐牢吧。这一世，我可不会再像个傻子一样坐以待毙。
这7天，我在精神病院能吃能睡，每天跟着其他病人聊天做操，这日子过得呀，实在是舒心。杨婶儿，带你闺女出来晒太阳呢。是啊，念念，快跟你刘莹姐问好。念念乖，长大以后呀，肯定和张婶一样漂亮。小田，修炼呢？我在突破，小心走火入魔。突破了。哼，没错，金玉招，我便是斗帝，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。刘颖，哎，你住院已经7天了，看样子你恢复的不错，是时候出院了。7天过去了，算算时间，应该已经过了火烧美术馆的时间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没事儿，让刘护士送你出去吧。走吧。这次我7天都在精神病院待着，你们又打算怎么害我？住吧，先跑！就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，竟然放火烧死这么多条无辜的生命！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，上来就想逃是吧？刘颖，你快自首吧，申局还能宽大处理呢，说不定我还能看着你活着出来呢。家人们，昨晚烧学校的凶手找到了，大家看清楚了，万一判了几年就放出来了，大家都避开点儿。怎么可能？这7天我都待在精神病院里，他们怎么还来找我？像你这样的人还想活着出来，那我儿子怎么办？杀人就跟枪毙！你们在这吵什么？他好不容易才稳定情绪，不能再受刺激了，不知道吗？李医生，我妈疯了，他们要把我抓走，救救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这里是医院，我不允许你们伤害我的病人。李医生，你别被他给骗了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坏事做尽，肆意妄为，然后装个精神病，你想干嘛？想逃避法律的制裁？精神病杀人应该跟正常人一样判刑。没错，精神病不是免死金牌，犯罪可是重罪，还害死了人，必须死刑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都躲到精神病院里面没有作案时间了，他们怎么还一口咬定是我烧了美术馆？就是他！你干什么？这几天我一直都待在精神病院里面陪了病人7天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还想装傻是吗？你放火烧了学校的美术馆的画室，你敢说不是你干的？果然还是说我烧了画室，这一次我可不会束手就擒。我们学校的画室烧了，根本就不知道。小兔崽子，你之前装疯现在装傻是吧？就在昨天晚上，你趁人少的时候去烧的美术馆的。校董的儿子还在里边画画，一场大火就把他烧死了。刘颖，你就不要狡辩了。我昨天明明看见你鬼鬼祟祟进画室里面，不知道做什么呢？是吗？保安大叔，他们这是在说你玩忽职守，没有看好我呢。你说这几天我到底在哪里？我看大门这么多年了，从来还没丢过一个病人。你们少胡说八道，他不可能离开这个医院。哦，你现在要找人证明你没有作案时间是吗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这里有确凿的证据，你看是不是你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这个人肯定不是我。不是你，这可是高先生，他连你脸上的痣都把你一清二楚。没错，是你妈
你脸上的痣是你特有的胎记，这不是你是谁呀？这下实锤了，就是他纵火。居然还联合保安一起来撒谎，真是恶。都知道撒谎肯定还不是精神病，该判刑。你们谁跟他串通一起撒谎了？我没有。要不是重生了一次，我还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警察同志，这几天我一直都待在精神病院里面，精神病院里也有监控。保安大叔，我们也把监控调出来给他们看看。对，还好姑娘你一住院就提醒我，要不现在就麻烦了。哎，大叔，有什么事儿？你们这些监控都开着吗？好用吗？这些监控挺久了，有些都坏了。哎呦，那可不行啊！这到时候要是发生点什么事情，再问责大叔您，没一个监控，您岂不是麻烦了？小姑娘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找人去换。哎，来，你们看，这就是你们说的美术馆着火的时间，刘颖跟张婶一起哄孩子呢。这怎么回事？刘颖再怎么样，也不可能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。我知道了，这肯定是双胞胎啊，一个在精神病院，一个在烧学校美术室，不可能是双胞胎。要是双胞胎，刘颖妈妈肯定早说了。石老师，您当年究竟生了几个孩子？石老师，您当年究竟生了几个孩子？我就生了这一个呀！我敢肯定，一定是他放火烧了美术馆的。那精神病院的监控是假的。我亲爱的母亲大人，那你怎么就能确定画室的监控都是真的？我的是真的。你这个纵火犯，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虎毒还不食子呢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这么护着他干什么？难道他放火烧美术馆，你参与了？你血口喷人，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证据？校董手上的就是证据。总之，纵火犯就该牢底坐穿。对，牢底。这迟玉兰呢，不像是刘颖的亲妈，赶紧去查一下当年医院的生育记录，快！查什么呀？我生的孩子，我还不知道我生了几个吗？小龙，说句话呀，不能让害你儿子的人逍遥法外呀！这刚刚检验科的同事在犯罪现场找到了嫌疑人的头发，我 DNA 检测就是你的，麻烦你跟我走一趟。这怎么会？好啊，亏我那么相信你，原来你是真的纵火犯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贱人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刘颖，我劝你进去之后好好交代为什么走，说不定啊还能留着一命。你放火烧了学校的美术馆，你害死了那么多人，还指望法官能饶过你一命吗？做错，你活完就定了，活完就定了。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。别整排场了，都快被他们逼死，试试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怎么，你金主来了？别说一辆迈巴赫，就算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这杀人也是要偿命的。哟，刘颖，平时在学校像乖乖女似的，实际上被人包养的呀。大家看看，我知道我女儿不学好，但没想到她被人包养了。这当妈的可怎么做人呢？赶紧把她抓走吧！这下子确定了，肯定是他烧了图书馆。怪不得一下子不害怕，就是因为觉得有人能给他撑腰了。但是那两个监控里一模一样的人是怎么回事？
肯定是这个纵火犯 AI 换脸了，不然怎么可能一样？把我烧死了我的儿子，今天就是听我的老子来了，这保不了你。没错，有钱也不能为所欲为，有钱也不能随便放火杀人血女。前世的我就是这么被冤枉死。我孩子被火烧死了，你这个渣子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我要你炒面，杀了我炒面！别磨蹭了，下不下车，我就把他们吃了。是吗？有我在，谁敢动你？我女，你们准备好下地狱了吗？小野，你不是想我们母女第一次见面，当然是把盘面给做足了。没想到他们居然会对你这样。妈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才是你亲生女儿，她是池老师的女儿。怎么回事？这许艳华是许昕的妈，怎么又成了刘颖的妈？叫我什么？妈，在打我。叫我什么？现在知道自己错哪里了吗？还有你，池玉兰，我把你当成最好的闺蜜，什么都想到你，而你呢，竟然为了霸占我的家产，私自刁害了我们的女儿，你的良心简直是被狗吃了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当然，是我善良又聪明的女儿。警察同志，我是我女儿的辅导员。放学后我回到家，她晚了半个小时才回来。到底为什么我妈会联合他们来诬陷我烧了美术馆？她真的是我亲妈吗？难道刘颖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转吗？李医生，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，帮我给许氏集团董事长许艳华女士送点东西？还好我的宝贝女儿给了我一根头发，让我去做了亲子鉴定，不然的话，到现在为止我还都在给你这个死贱人养女儿呢。不就是因为之前我妈说我长得像她，你害怕她发现你偷换孩子的名，才故意设计了火烧美术馆这件事情栽赃你，对吧？如果你们栽赃成功了，就是杀人放火的疯子。而许艳华女士，就算哪天真的知道了我才是她亲生，她也不会太难过。你们真是打得好，算吧。你们真是打得好，算吧。原本就是一个简单的放火案，没想到还有闺蜜换孩子的剧情。真就塑料姐妹花呗，吃人喝人的，还不甘心要弄死闺蜜的孩子。这个池玉兰也太恶毒了吧！妈，怎么办？她知道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可我不想过苦日子呀。你慌什么？就算你知道刘莹是你的亲生女儿又怎么样？那也不能改变她烧学校的事实。她今天必死无疑。许艳华，如果你还认许昕，将来她还可以为你养老送终，继承家产。不然刘莹判了刑，可就没有人给你养老。池玉兰，你能有多不要脸？想让你的女儿来继承我的家产，你做梦！放屁！提出换孩子的明明是你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许艳华提出的换孩子？难道这个事情真的另有隐情？不过那个烧图书馆的到底是谁呀？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换我的孩子了？是你嫌这个小贱男人的哭声太吵了，我才拿我的女儿换给你的。没想到你现在不识好歹了。你让大家来评评理，我那个只是带孩子抱怨而已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换我女儿了？池玉兰，
只不过是在为你自己的自私找借口。够了！不管你们谁提出的换孩子，我只想知道到底是谁放火烧了美术馆，谁害死了我的儿子。这还用多说什么？监控视频和现场都有刘莹的头发，铁证如山。刘莹就是杀人犯，徐艳华就是杀人犯的妈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们要没有话说的话，那今天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不管谁是谁的妈，杀人必须偿命，还我孩子命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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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你连出场都这么不靠谱，我让你办的事情不会没办吧？你放心，事关我女儿清白的大局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你是女儿又搞什么？哦，现在看到你女儿走路脱了，想来硬的不成？白日做梦，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，你女儿跑不了。对，没错，杀人偿命。是吗，这位校董？你最好先看看车里是谁，再想想你跟我说话的态度。爸妈，儿子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刘洋，你都发神经病了，还找我干嘛？不好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说。虽然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，但请你务必要相信我们。我不想让悲剧再重演了。怎么是这么严肃？你别吓我啊！你会死。你说什么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明天学校的美术馆会被人恶意纵火，还有你的朋友们都会死。所以明天请你务必要说服画室的管理员，尽可能的带所有同学都跑出去。虽然听上去很离谱，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相信你。等你们跑出去以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先关闭手机，藏起来。藏起来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钓鱼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真聪明。傅航，怎么样？同学们都成功逃脱了吗？是啊，怎么只有你们几个？那其他的同学呢？我的孩子呢？他还活着没？没有。哎呀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没了！其他同学怎么没有逃脱啊？我不是提前都告诉你了吗？他们怎么会死啊？那些人为什么会死？你真的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那天美术馆的同学都准备一起走，结果没想到的是，你突然出现，拦住了大家不让走。他非说美术馆的画还没有收好，让我陪他一起收。我觉得事有蹊跷，就没同意。结果没想到，他居然对我投怀送抱，一直缠着我不让我走。就帮帮人家嘛。悠悠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忘了那天跟我说过的话了吗？什么话嘛？只要你帮我把这些话都收起来，今晚你想怎么都可以啊。你说出这么不知廉耻的话，你还是我认识的刘颖吗？傅恒，你别冲动。这样，刘颖，我们来帮你吧。是啊，我们来帮你吧。估计今天傅恒的心情不太好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不行，你们都得跟我一起走。跟你一起走就没必要了吧？收拾完画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弄完立马回家。是啊，你放心好了。哎，傅恒今天状态估计不太对，你们先送他回家吧。不行，你们必须好了好了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走走走走走。是你害死了大家！
傅恒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这几天一直都待在精神病院里面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学校呢？那天很多同学都跟你去了美术馆，我不能对不起大家，昧着良心说假话。那晚我看到的人，真的是你。同学们都是出于善意才去帮你，可你呢？你把大家骗去了美术馆，是你放火烧死了大家。还有，你跟我说过的那个梦，那究竟是你的梦，还是说，是你被自由了的？怎么可能？如果烧美术馆是我的计划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还会好端端站在这里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相信你。是吗？我儿子刚刚死里逃生，你们不要再刺激他了。至于是谁放火烧了美术馆，赶紧站出来！我们学校这么多师生，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没错，杀人凶手必须得到严惩。没错，杀人偿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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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偿命！我的头都要裂开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他们说的都是真话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从来都没去过学校，为什么学校的监控里会出现我的身影和头发？如果这些东西还有可能是造假，那傅恒呢？他还说亲眼看到，难不成傅恒也说谎了？诸位家长，安静一下。现在所有的证据已经很明显，录音、头发、目击证人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了这个贱人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刚才傅恒还说刘颖刚跟他说做了个梦，烧了美术馆。如果不是真凶，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果然就是你这个畜生！我看你还敢怎么狡辩！你渣子！我要你给我孩子偿命！到底是什么？我还遗漏了什么点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了。如果烧学校美术馆的话，需要大量的汽油，可是我根本没有地方形容这些东西啊。如果谁在这个时间段内购买了大量的汽油，那就说明谁才是烧美术馆的真凶。垂死挣扎。警察来了。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那段时间内大量出售汽油的只有这个老板那儿。老板说买汽油的人就是你。什么？没错，警察同志，就是他。他脸上那颗痣我都记得。我当时还奇怪，一个小姑娘买那么多汽油干什么？原来是为了烧美术馆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难道真的有精神病？是我自己人格分裂做了这些事情？徐艳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原来真是那个刘颖烧了图书馆。是啊，作案的原料也证明是他买的了。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警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那个刘颖给抓起来！烧掉美术馆，视在场的诸位家长孩子的命为草芥，你真的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只要我女儿愿意，别说是一个，10个美术馆我们都赔得起。但是，明明刘颖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们为什么要承认？你什么意思？石玉兰，你不是忘记萧晴了吧？石玉兰，你不是忘记萧晴了吧？我们现在说的是烧美术馆的凶手，跟你说那个萧晴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呀，妈，难不成这个人才是凶手？傻孩子，萧晴，他是你的亲生父亲。我爸？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和这次美术馆被烧有关系吗？他已经死了。这一切还得从池玉兰对萧晴死缠烂打开始说起。当年池玉兰痴迷萧晴，可惜她喜欢的却是我。我和萧晴一毕业就结了婚，而池玉兰几乎同一时间和我一起结婚。后来我怀孕了，没多久她也怀孕了。我本来很高兴，这样我们的孩子也能做玩伴。
可没想到我怀孕中期，萧晴却突然失踪了。玉兰，怎么办？阿晴都已经失踪好几天了，电话也不接，我是不是应该报警啊？你别担心，可能是公司有什么事耽搁了，别报警，说不定待会儿就回来了呢。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失联这么久的，我担心他会不会……老婆，我回来了。阿晴，你回来了，这几天都去哪里了？担心死我了。公司临时有事儿，出去出差了几天。哎，他回来了，但是不再是从前那个他了。我怀疑是有人在冒充他。冒充他？妈，然后呢？然后他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。我因为怀孕，所以没有时间去照顾他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婆，我这个病是我们家族的家族病，抱歉，把你这么救，不要再插下去了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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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老公，我爸他就这么死了，因为家族病。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。我知道你是我亲生女儿之后，就去医院调了萧晴当年的病历。池玉然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保镖，你干什么？给我住手！因为人排斥反应。没错，医生怀疑他曾经被人做过脑肌介入手术。什么？脑肌介入手术？我去，脑肌介入手术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萧晴的大脑被修改过。我的天呐，居然真的有人被做了脑肌介入手术！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学校美术馆被烧的事，你扯萧晴干什么？这都是些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！我必须要说，如果不说，又怎么会知道你们是如何用一个假留影烧掉学校美术馆的？假留影？沈玉兰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当年你曾经缠着萧晴去过一次医院，从那次之后，她就失踪了。当时我和萧晴吵了架冷战，再加上我当时怀孕，就没有在意此事。真没想到，我的闺蜜是如此的恶毒，居然在萧晴身上植入脑机芯片来修改她的大脑。陆先生，居然真的有脑机接口手术吗？池老师，你也太可怕了！既然这么歹毒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你就修改人家大脑。是个徐华瞎编的，我看他也不像是什么好人，主要还是脑机接口什么的，太离奇了。这是剧本吗？还是进了什么民俗小说故事会了？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可这些只是这富婆的猜测，没人能证明啊。再说了，萧晴是被植入了脑机接口，修改了大脑。那刘颖呢？刘颖难道也被接入了脑机接口？没错，至少虽然离奇，但既然植入脑芯片会引起排异反，那如果刘颖植入了脑芯片，修改了大脑，他为什么好端端站在这儿？是啊，我也很奇怪，另外一个刘颖到底是从哪里来？妈，难道你知道？倒是说啊，到底是谁杀死了这些孩子们？对，今天必须要把那个杀人凶手给抓起来。富婆姐姐别卖关子了，求求了，头都要秃了。他这半天不说话，不会是压根没有然后吧？单纯是想替他女儿开脱。赶紧说吧，我还等着知道答案，去给我儿子喂奶呢。这事太离谱，不会是你编的吧？那既然这样，我只能让警察把刘颖给带走了。是，校董，警察同志，这些都是许耀华编的，快把他们俩抓走！
各位，你们大家不是都想知道为什么萧晴被植入脑机芯片之后会排异而死，而刘颖却不会吗？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另外一个刘颖可以植入脑机芯片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还有另外一个刘颖植入脑芯片？不是，脑机芯片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吗？瞎扯吧，有人能植入脑机芯片？我啷个没听说过？我原本以为这个富婆能想出来什么开罪理由，没想到这么离谱。当我傻呀？还脑机芯片？可你编得出来？有什么样的女儿，就有什么样的妈。你女儿丧心病狂，你满嘴风言风语，我们才懒得给他们费口。我看你女儿就是杀人凶手，赶紧给我们的孩子偿命。是啊吧？这个脑机接口是有点离谱了。徐艳华呀，徐艳华，没想到你亲生女儿都不相信我，你为了给刘颖脱罪，真是什么谎都说得出来啊！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都编得出来，得亏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不然我还会像刘颖一样蠢死。池玉兰，我话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，你还死不承认？竟然是真的！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另外一个我。富婆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冒昧了，竟然真的能大变火影。妈呀，我今天都看到什么了？我的眼睛真的还是我的吗？是重影了吗？不仅长得一模一样，连脸上的痣都一样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！这就是一个人啊！我在做梦，对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如何，池玉兰？你要不要确认一下，这个刘颖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是我呀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想你呀。我想你呀。警察，快帮帮我，都要杀人了！没事，给我一个交代。警察同志，我不过是跟我的好闺蜜，还有我的前女儿开了个玩笑而已。放心，我不会真的伤害他们。回来吧。你们觉得不觉得这另外一个刘颖有点诡异？对，我也觉得，她的动作和表情都很僵硬，而且她还对这个富婆姐姐言听计从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徐律师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刘颖，他就是个克隆人，被植入了脑机芯片，所以他一切的行为都像机器一样在行动。既然是克隆人，克隆人不是不允许的吗？原来如此，真相大白了，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刘颖，也有了合理的解释。所以说，是你们用刘颖的克隆人纵火烧了这个美术馆。原来就是你们两个，你们竟然还敢这样捉贼，我们差点被你们蒙蔽了。两个贱人不得好死，亡我孩子命！诸位家长，诸位家长，请安静一下。二位，我们回警局先调查。就算出现一个和刘颖一模一样的克隆人，那又怎么样？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我做的？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。徐玉兰，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许昕他这个大聪明，你让他去把芯片销毁，他却把芯片丢在了水里。
而且你这个宝贝女儿居然不知道这芯片是防水的，当然会露出破绽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不知道那个脑芯片是防水的。你如此歹毒的池玉兰，想不到你居然生了这么一个宝贝的聪明的女儿。我真的笑死，之前还笑人家母女蠢，结果自己的女儿竟然蠢成了这个鬼样。这叫恶有恶报，机关算尽，还不是栽了？这对母女还真是狠毒啊！为了人家的家产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从出生起就是富豪的独生女？凭什么你要什么有什么？就连我深爱的萧晴也爱上你要跟你结婚，而我只能嫁给那个窝囊废。所以你就要用脑机芯片来控制萧晴？没错，我想要的东西就应该是我的，包括你的家产，所以我才谋划了这一切。我就是要让你家破人亡，让你亲眼看着我对你亲生女儿的折磨而不自知。所以之前每次我考第二，你总是骂我为什么不是第一名，天天不让我学习，动不动就打我，只是为了报复我吧？不然呢？你是这个贱人生的小贱人，这就是你该承受的。只有我和我的女儿才会享受无上人生。这个芯片里面记录了之前那个刘颖的一切指令和记录，他和谁说过什么样的话，做过什么样的事情。警官只需要调取里面的数据，足以作为证据。徐良华，刘颖，别以为你们两个贱人赢了。所以这就是你为了肮脏的思想不被发现，放火烧了美术馆，杀死那些可爱的孩子吗？你们这两个畜生，我该好死了！还我孩子命呢！妈，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。你们在叫什么？你们利用你们的孩子都是你们的福气。你说什么？反正他们活在这个世上也是废物，浪费社会资源。要是他们的死能为我所用，如果我成功了，拿到这个贱人的财产，每年他们忌日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感谢一下他们。但是我失败了，他们的死变得毫无价值，你们满意了？为什么不乖乖被我骗？为什么？徐玉兰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怎么能这样说那些死去的孩子？还有你们这些警察，为什么不乖乖听我的？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放在眼前了，你们到底还要查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法律秩序的捍卫者，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是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我今天宰了你！你这个畜生，你这个废物，你们想动我是吧？两个贱人，我要你替我们的孩子偿命！快来勒住这群疯子，他们要杀人！走，女儿，我们回家。我求求你们，求求我不想被打死啊！你是我一手养大的女儿，但是却要谋害我的亲生女儿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自己做的恶果就自己承受吧。我们走。检查。早安，妈。早，宝贝。最终，石玉兰因为故意杀人罪、非法克楼、烧学校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；而帮凶许昕因为是图谋，情节没那么严重，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妈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来，今天期末考试一定要拿满分哦。而我也即将走向自己的幸运人生。